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面说。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说一说日经新闻预测的亚洲有6场潜在的战争，发生在欧洲的乌克兰战争和发生在中国台湾的政治事件，让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这2起事件呢，都是由美国人搅动挑起来的，但也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美国的霸权正在走下坡路。日本日经新闻发表评论说，美国霸权不容挑战的时代即将结束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世界秩序要发生变化了。这种变化在亚洲呢，可能会带来6个战争热点。日经新闻预测这6场战争都和中国有关系，就算中国不是直接的参与方，战火也将爆发在中国的周边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分析的。日本人预测这6场战争分别是中国的统一战争，中国和日本为了钓鱼岛主权而发生战争，中国和印度边境冲突、印巴战争、朝鲜和韩国之间发生战争，以及阿富汗内战。日经新闻呢，把这些潜在的战争称之为冷战期间被遗留下来的问题，但是仔细分析这些问题的根源呢，实际上这都是殖民主义造成的恶果。日本呢也难辞其咎，围绕印度的2场潜在战争，包括印巴冲突和中印冲突，都是英国殖民南亚次大陆留下来的问题。英国不但留下了印巴分治，还留下了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，成为印度和邻国长期冲突不止的根源。至于台湾问题呢，2个朝鲜的问题钓鱼岛主权呢，这都是日本殖民主义者的遗留问题。随着美国逐步的放纵日本的国家地位正常化，这3个问题会日益突出。会不会用战争来解决，确实值得人们担心。不过无论战争如何爆发，如何结束，结果都是再一次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，而不会有其他的什么结果。这是由中国的国家意志和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所决定的。阿富汗的动荡呢，同样与英国殖民有关。后来的冷战和所谓的反恐战争，再一次让这里成为一个难以降解的火药桶。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加上内战，已经把阿富汗打的是百孔千疮，生活完全破碎，经济破坏殆尽，人民是极贫极弱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我们注意到日经新闻呢，没有把南海列入可能要发生战争的范畴。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在南海一直秉承着搁置争议、共同开发的立场，不愿意用武力来解决争端。南海周边国家也认识到上美国的战车同中国对抗是极其不理智的，如果一边倒的跟着美国跑，做得太过分，把中国惹火了，那以中国军事力量的成长速度，南海周边国家就算是加在一起，也不可能对南海局势产生任何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连日经新闻都承认了，南海这里不会再成为一个冲突的热点了。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中国的统一战争或许是发生的概率最大。而中国如果和日本发生冲突，很可能与台湾问题直接相关。至于中日会不会因为钓鱼岛问题发生武装冲突乃至局部战争，我感觉这倒是不需要担心的，因为钓鱼岛海区的主权斗争呢，已经进行了10年，日本的力量已经逐渐的被排挤出去了，日本没有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胆量向中方挑起战争。至于2个朝鲜之间，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，虽然武装对峙的强度很高，但是双方实际上都没有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意愿。至于阿富汗的内部冲突主要取决于2个因素，首先是塔利班在内政治理上的能力如何，其次呢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在阿富汗的实施情况如何。如果这2个问题都有了乐观的答案，那么阿富汗内部的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或许很难根除，但是整个国家走向安定和正常化还是有希望的。倒是日本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，就按他们自己分析的这6场潜在的战争当中，有3场和日本有直接关系，一旦真打起来，日本是很难置身事外，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。日本呢还是应该真心诚意的为亚洲和平做出一些实际的贡献，不要当美国的马前卒，更不要当亚洲的搅屎棍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